我名沈清源，在沈家众多嫡庶兄妹中排行第9，大家都唤我小姐。因为不受宠，幼年生病无人关照，大家都说我在那时把脑子烧坏了，所以现在傻里傻气。爹爹说要从众多子女中挑选一人去伺候摄政王顾燕慈，借此笼络关系。可是哥哥姐姐们听说摄政王性情暴戾，草菅人命，吓得都不愿意去。于是这个使命就落在了我身上。青云啊，爹平时对你关照甚少，但你是沈家的孩子，就要为沈家出一份力。爹爹，我好饿，这里一点都不好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？殿下，沈家送来一人做你的贴身护卫，已经在你屋内候着了。你就是本王的贴身侍卫？这么弱，沈家什么垃圾都往本王这里送，真是活腻。我不是垃圾，我是来保护你的，只是一天没吃东西太饿了。摄政王府什么时候出了扣人吃食的杂碎？去查。是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以后摄政王府就是你的家。殿下，我们在这儿待了一上午了，是在等谁吗？等刺客。有刺客！殿下快跑，我保护你！你们太弱。哇，殿下好身手！殿下，你受伤了，我先跟你简单处理一下，稍后去给你请大夫。你在关心我？是我没能保护好殿下，况且殿下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怎能不心疼？一朵小花一路守护它，冥冥之中总会知晓我。去哪儿了？别跑！抓住你了！你在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拿过来给本王看看。不行，听闻他性情暴戾，小鸟在他手里一定会死掉的。糟了！殿下，他不是故意的，求你不要杀他。不杀他，那本王就先杀了你。殿下，求你不要杀我，我才刚入王府，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呢。行了，带着你的笨鸟滚远点，哭得本王头疼。真的不杀我们吗？本王现在也可以反悔。3、2，谢殿下。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身为贴身护卫，不仅没能保护好殿下，还害他受伤，得想办法补偿他。这点调料够吗？太好了，总算做出来了。殿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汤，尝尝味道如何？你该不会是第一次下厨吧？当然，我只为殿下做过饭。好。殿下，好喝吗？尚可，不过下次这种事还是交给膳房的人来做。来人，快传太医！一大早就起来处理公务，原来做摄政王这么累了吗？
昨儿晚上没睡好吗？不，只是在沈家平日里大家都嫌我傻，没人陪我玩，所以我只能睡觉消磨时间。不过我很快就会调整过来的。糟了，好像要睡着了。到底是谁伺候谁呀？沈家送来的人似乎有点意思。顾衍慈多次坏朕的好事，他功高盖主，朕却找不到他一点错处。陛下，臣听闻摄政王最近与沈家九公子走得很近，还让其做了贴身护卫。沈家那个傻子？听闻摄政王为了他多次受伤，可见其重要性。不如从这傻子身上下手，逼他就范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唤沈青云入宫。拜见陛下。沈青云，你虽痴傻，但朕愿意给你2个选择。选择？你把这瓶药下在顾衍慈每日的吃食中，朕也会给你相应的报酬。不，殿下对我很好，我不能将仇报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朕只能治你藐视皇权的罪责。来人呐，把沈青云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不要，求陛下饶命！沈青云是我的人，陛下不经我同意私自动手，岂不是太轻视我了？殿下，陛下要杀你，你快走！这么爱哭，以后就该叫你小哭包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殿下还有心思取笑我？若是陛下觉得这龙椅坐的不舒服，臣不介意换个人来做。顾衍慈，你给我等着！被殿下牵着，好像也没那么怕了。今日皇帝召你入宫，都说了什么？陛下让我在您每日的饭菜里下毒。哦，不过我没有答应，我是殿下的人，怎么能做伤害殿下的事儿？况且害人本来就是不对的。傻子！我不傻，我喜欢殿下，就一定要护着您。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当然，我喜欢殿下，喜欢福桥，喜欢爹爹、大哥、二姐、三姐、四哥、五哥。本王说的不是这种喜欢。那是什么？要像这样。殿下，我呼吸不上来了。沈青云，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奇怪，今天的饭菜怎么比以往都丰盛？难道是因为我亲了殿下？今日饭菜可还合口味？果然是因为殿下亲了我，所以心情愉悦。殿下，下一顿饭也能这般丰盛吗？这是把亲吻当作要奖励的方式了。哼，当然。不过，以后这种事只能和我做。陛下顾及摄政王殿下的安危，特与众多大臣商议，为殿下送来一批新的护卫。太好了，护卫越多，殿下就越安全。你当真要把我拱手相让？殿下是嫌送来的人少吗？这次去南城处理事情，就由福桥和新来的几个侍卫随我同去。殿下，那我呢？你留在府里。殿下说的对，我没有功夫，去了只怕会给殿下添麻烦。殿下人真好，为了我的安危如此照顾我。南城盐运的问题，还望殿下多多操劳。都是本王的分内之事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。
微服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，以后你可以经常来这儿找我玩吗？你这么可爱，我当然要日日都来。拉钩，不许骗人。青云，苏宁夏，不是什么人你都能招惹得起。殿下如此看重沈青云，我就更感兴趣了。殿下，宁夏是好人，你不要怪他。宁夏，我才离家几日，你便和别的人这般亲密？那我便不多叨扰。小九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殿下，教疼我了。苏宁夏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离他远点，免得惹火烧身。若是殿下不喜欢他，我就不和他玩了。我并非有意阻止你交友，只是你太单纯善良，容易被人利用欺骗。殿下，我不要丰盛的晚宴了，我只是希望你别生气。沈青云，若有一日我身处险境，又该怎么保护好你？我要修炼功夫，这样才能保护好殿下。小九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，有你爱吃的点心哦。宁夏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来往了。啊？是顾燕慈和你说了什么吗？唉，好吧，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。这盘点心就当做我送你的告别礼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放心，没下毒。难道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好吧。这么蠢的人，怎么配留在顾燕慈身边？我这是在哪儿？苏府地牢。别挣扎了，只要你同意离开顾燕慈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殿下明明是那么好的人，你们为什么都要针对他？别担心，我与顾燕慈是统一战线的，只是你太弱了，留在他身边会分散他的精力，我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坏他的好事。那你就太不了解他了。殿下怎么会为了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险？沈青云，不了解我的人是你。殿下，你怎么会来？回去再和你算账。顾燕慈，你想好了，沈青云是个傻子，他的存在只会给你带来麻烦。苏宁夏，你要是再插手我的生活，随意懂我的人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殿下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老实点。殿下，你听我解释。长本事了，我的话也不听了。是苏宁夏，他说要和我告别，我实在没想到他会在糕点里下药，还连累殿下来救我。别担心，我去跟你请太医。可是苏宁夏说的对，我只会给殿下惹麻烦，毕竟除了我，有更适合的人陪伴殿下。爹，开门，我回来了。爹，你把门缝开这么小，我差点没进来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莫非是得罪了摄政王，被撵回来了？殿下待我极好，只是我觉得自己总给殿下惹麻烦，自觉配不上殿下。什么？你还给殿下惹了麻烦？蠢货！我把你送过去是为了讨好殿下的。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爹，我能先进屋吗？外边有点冷。沈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你还是自寻他路吧。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。
沈青云，你要争气，不能遇事就哭。就算离开沈家和沈镇王府，你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活下去。好困呢。沈青云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庙里烤火吗？怎么会和殿下睡在一起？小九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睡觉真的很闹腾？先是把我当作大果子又抱又啃，后又把我当作贼人，拳打脚踢。殿下，你不怪我私自逃走吗？我知道你是担心自己的存在给我带来麻烦，但是小九，在你出现前，我的人生充满了阴谋算计。先帝察觉当今陛下难当大任，本欲传位给我这个皇族旁支，但贺南风以死相逼，最终先帝心软，让他继承皇位，却把大部分权力给了我，封我做摄政王。一开始我尽职尽责辅佐圣上，但后来他恨我权倾朝野，用尽办法想扳倒我，我与他针锋相对，各自布局，甚至一度在权力中迷失自己。可是后来我遇见了你，是你让我知道世间还有如此纯良之人，我不自觉地想靠近你，留住你，你就像我昏暗人生的一束光，若是没有了你，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对不起，你从未与我说过这些，我以为只要远离你就能给你少添麻烦。并非麻烦，以后的日子，我想和你一起经历每一瞬。风轻拂面来，吹散了冬季的阴霾。我在花丛中等待你的到来。修明哥，小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我在沈家不受宠，经常吃不饱穿不暖。修明哥心善，总会翻墙进来给我送好吃的。这点小事不足挂齿，怎么能是小事呢？如果没有修明哥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最喜欢修明哥了。你的建议我会考虑，慢走不送。是。啊，殿下，你竟然认识修明哥！自从我来了摄政王府，已经许久没有见过他了。修明哥，你跟他的关系不简单呢。那是自然，修明哥比我爹对我都好，他就像我爹一样。原来是这种喜欢。还有啊，修明哥，殿下，沈青云，以后不准叫我殿下。那我叫你什么？叫我的名字，或者燕子。殿下，这不合礼法。李修明正在和我谈一笔生意，若是我心情好，说不定能尽快落实。燕慈，燕慈，殿下，顾燕慈。奇怪，一大早就不见踪影，能跑哪儿去呢？别白费功夫了，这段时间你都不可能见到他。你是坏人！哼，陛下早就料到顾燕慈会提前派人保护你，所以用尽办法除掉了这些暗卫。除非你愿意投诚陛下，或许能保住小命儿。做梦！哎呀，可惜喽。只怕现在顾燕慈已经在黄泉路上，咱家只好送你下去跟他团聚了。不可能，明明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离我而去了？住手！哎呦！只却触碰当年流残片。
太好了，顾燕慈，你没死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快传太医！怎么样了？他中的毒因为焚心炎，世间无药可解，唯有古书上记载了偏方，但成功的可能性极低，且药引难寻。是我没能照顾好他，不管什么方法，我都愿意尝试。需在吉阳之体内引入数十种毒药，最后取此人心头血，便是药引。我是吉阳之体。殿下，你是要继承皇位之人，怎可随意冒险？比起皇位，我更怕失去他。殿下，因体内余毒未清，又连续1月没有好好休息，这样下去会把身子拖垮的。你就听小的一言，回去歇会儿吧。我这几日梦到小九怨我没能保护好他，他说如果没有待在我身边，就不会遭此大难。梦里的小九说的不对。小九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半个时辰前，我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在为我祈福，所以赶来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顾燕慈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。所以在你的梦里，我说的是，遇到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。一点留下3人床，巨如辽阳，经过都山桥和剑道。所以你为了给我解毒，将皇位送给了皇族别的旁支，那你后悔吗？你和皇权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选择题，只要与你有关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顾燕慈，我们成亲吧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如果不愿意，我可就选择别人喽。毕竟修明哥年轻有为，也尚未婚娶。放我下来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成亲。顾燕慈，我身份低微，论家世、外貌、智慧，也样样不如别人。你确定要和这样的我共度余生吗？命中注定。南柯梦里天外天，和黄烛火一生16年。你终于来了。平日我就任由你睡了，但今夜春宵美景，我可不能放过。